上百年的泥土房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大山里。这里原本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古村落，可随着年轻人逐渐搬离这里，早已没了以往的热闹光景。忠心不二的黑狗守护着主人的庄园。当我们探访这座古村落时，遇到了一位擦肩而过的爷爷。行至山谷，泥土房前的菜园子长了许多绿油油的蔬菜，可是不见主人的身影。不知何时，这座古村落才能重见往日的光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日岁岁安兰。今天我们要去探访一个古村落，现在我已经到古村落的入口了。大家看我身后一排又一排错落有致的泥土房，现在就让我们进去看看当地村民是如何生活的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探访一个古村落。这个村落啊，在入口处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10来栋这样保持的古色古香的泥土房，外墙上看上去都做了一定的粉饰，看上去还算是不错。但是呢，有些房子啊还是墙倒屋塌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沿着左手边的一条泥巴路走到山谷深处，看看整个村落目前的现状如何。好，现在我们就漫步在这个古村落里面，像我们镜头前方的这些古房子啊，建设的还是比较不错的，非常符合湖南民居的一个特点，基本上都是2层的这样子泥土房，而且有些房子啊，它外墙进行了粉饰装饰，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。现在我们近距离看看这栋房子，亭草轴生，旁边有2副对联，但是已经脱落了。这个房子看起来应该有10来年没住人了。旁边是一个菜园子。这个村落看上去还算是挺不错的，能够保持的这么古色古香，比较安静，只有一些小狗狗啊在门口看家护院。前面是一条青石板，上面是一栋民居。我们先去山谷里面先去看看这栋房子的这条小黑狗呢，非常的温顺，既不吼又不叫。房屋的主人不在家。这栋房子看上去是一户大户人家，面积非常大。这里应该是子孙特别发旺的一户人家了。好吧，现在我们就徒步走到山谷里面去看看吧。山谷这里呢，总共刚刚数了一下是8栋房子，包括即将要倒塌的。道路的2侧呢，右边就是菜园子，但是都被杂草给掩盖了。虽然上面增了一些弯度，但是不认真看还看不出来。
以前呢都是一些土地，但是现在没有人打理了，全部已经荒废了。啊，这里是村民养的一些鸡。啊，拉了好大一坨屎啊！他们散养的鸡都好肥。哇，门口是一只狗还是一只猫咪啊？小狗。啊，好可爱呀！是的。我们去里面走走看。哇，这个尽头的房子，非常古色古香，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福字，旁边是苍生翠竹，碧水成天。左手边是一条山泉水沟，但是现在没有山泉水流淌出来。这头泥土黄保持的还算不错。这个头啊，完全是没有人打理了。尽头这里呢是8个分箱。现在的天气阴沉下来了，温度啊就会比较凉快了。山谷里面的温度和室外的和城市里面的温度相差3到5度。哇，这个豌豆已经开花了。这个豌豆就有人来打理，有人施肥，所以它长得特别的茂盛。再等个2个月就有豌豆吃了。四川人在这个时候喜欢摘豌豆煎吃。对了，因为每个省份的人，他们有不同的食物爱好啊。而且它摘多了，它这个豌豆不会死，反而它的分叉会越来越多，长得更旺盛。像广西他会吃南瓜尖啊，广西人，所以每个地方啊都有不同的美食文化、生活习性。整个这个右手这边以前全部是农田，但是现在全部是杂草丛生的一个地方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几乎都没什么人住了，但是这个电线杆还是一直延伸到山谷里面。所以我们就沿着这个山谷往里面走看看啊。我们刚刚看到前面一个栅栏那里有一个黑影，刚刚安澜说是有一个人在那里经过。我们看看这个山谷里面是一位老年人住在这里面吗？是的，一位老年人住在这山里面，还骑着摩托车。老好人你好啊，我到这里来玩啊，你是住在这里面啊？这老人家一下子开着摩托车就走了。莫非这个时候他都还要出远门吗？有没有可能这个地方只是他的菜园子，然后他现在要回家了，回家搞晚饭吃？有可能，可能他以前是这里的村民，但是这里呢，已经他不住在这里了，住在城里面去了。这个地方只是他的一个菜园子，或者是回来看看他的祖宅。好吧，
我们通过无人机看到这里面是有2栋房子的。我们看看，刚刚是左手边用木板围起来的，这里呢是这位老人家刚刚出来，所以这个里面就不可能再有人住在这里面了。他刚从这个地方出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走到右手边去吧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板车，拖木材的。前面都还有木房子、泥土房在里面。而且这个木的栅栏呢，只能够挡君子，挡不了小人。好吧，我们看看这个山谷里面旁边这栋房子，看有没有人住。好多鸟啊！因为温度升高了以后，所有的一些鸟类啊、动植物啊，都开始活跃了。前面还有房子。是啊，通过无人机我们看到这里有2栋房子啊，这就是第2栋泥土房了。因为电线杆它也是一直延伸到这里啊。我们看看这栋房子有没有人住啊？这里好多包菜啊！这一排的包菜被摘走了。真的好多青菜啊！这栋房子看起来没有人住了吗？我们走上去看一看。这里有好多木材，所以这上面应该是不应该呀，没有人住。门都是关起来的。门关起来了，对吧？没有住人了。门口还种了一个金桔树。对了，原以为这个山里面非洲的老人在里面生活了。这个房子这样看起来有1-2年没住人了。这里有蜂箱，下面是菜园子，好多砍伐的竹子、杉木。这就叫什么？水滴石圈，对不对？长年累月的水，将这个水泥地板全部击穿了。这里呢，这个好像搞了一个超频，以前应该是晒那种麦子，或者是现在就变成那个搞木头的。晒茶籽啊，红薯花生啊，水稻啊，或者晒干菜啊，所有需要晾干的东西都在这边晒，要在上面晒呀。现在没。前面有一个大棚，不知道种的是什么。它这里还有一根水管，一直接到这个房子里面去的。后面还有一条小路走到山的里面去，但是通过无人机我们没有看到再有房子了，所以我们也不走到这里面去了。这栋房子瓦片没有做任何的翻新，还是以前的老瓦片。住到这个山谷里面，真的空气清新啊，鸟语发香啊，景色还算是挺不错的。这里面有电，有水，
这里也可以接网，所以整体这里的采光性也还很不错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到这个山谷里面来，到这个古村落里面来，看到的这个老人蹭蹭离我们而去啊，应该就是安南刚刚说的，他要回到城里面去。这里只不过是他做种植的一个地方。这栋泥土房要是遇到主人，可以向他了解一下整个这个古村落的一个相关历史，以及当地的一个生活状况。这边呢也是一条林间小道，但是通过无人机也是看到没有房子在里面了。应该是平常可能有一些驴友啊，喜欢登山的人呢，往里面走，或者是以前住在这里的村民啊，去山里面采摘野果子啊，或者去砍伐一些树木的一条林间小道。哎呀，要是当时我们早半个小时来，都可以和与我们刚刚擦肩而过的那位爷爷聊聊天，顺便去看看我右手边这栋泥土房，去看看，与他沟通一下。但是他着急赶路，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停下来与我们聊天。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只能给大家拍到这儿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